第18天模擬，如果你持有的股票跌10%，你要卖出加码，写下理由。我們要进行一場壓力測試的總預演，直面內心最深處的恐懼，並用理性為它寫下答案。壓力測試總預演，當資產下跌10%的攻守策略。今天市場傳來重大利空，小程的手機跳出通知，他的投資組合總值下跌了5%。雖然他早有心理準備，但看着賬面上真實的符號，胃部還是不自覺地糾結了一下。他立刻想起第11天寫的波動應對指南和第13天的加碼計劃。5%的下跌在他的預案之內，他按計劃執行了輕度加碼。但一個更巨大的疑問在他腦中盤旋：如果這不是結束，只是開始呢？如果下跌不是5%，而是10%、20%呢？我還能堅持住嗎？此时的重要心法是，真正的投資信念不是在順境中形成，而是在你預先想清楚了最壞情況，並依然願意堅持時才被鍛造出來的。方法：極限情境模擬與書面承諾。纪律：在平靜時，用紙筆逼自己面對最恐懼的情境，并寫下具體的行動清單。這份清單是你送給未來那個恐慌自己的救命錦囊。小程的極限壓力測試答卷，他假設了一個情境：由於全球經濟陷入衰退，你持有的高股息 ETF 00878、00919價格下跌了10%，而其成分股企業的獲利也受到影響，導致配息金額下降了15%。這是一個雙重打擊，價跌息也減。他寫下了自己的思考與行動計劃。第一步，診斷狀況，用理性分析取代情緒反應。這是系統性風險還是個股問題？他冷靜地分析。關於全球經濟衰退，這是系統性風險。我持有的 ETF 是以籃子台灣龍頭企業，幾乎不可能獨善其身。這不是單一公司出問題，而是整個市場的問題。我的投資目標與時間夠長嗎？他稍微平靜一下，再分析。我的目標是20年累積資產，其實現在才剛開始而已。20年間必然會經歷數次經濟循環，這次衰退只是我長期投資路上的一個必經站點，而非終點。公司的核心競爭力消失了嗎？小程看一下資料後分析：00878金融、傳產，00919高息股的成分股，多是各產業的龍頭。經濟衰退會讓他們受傷，但很少會讓他們死亡。只要核心競爭力還在，景氣回升時他們就能恢復元氣。第二步，執行行動。根據預先寫好的劇本，小程寫下我的行動計劃：堅守核心原則，高股息不賣，市值看4階段加碼計劃。高股息不賣，因為我存的是資產，會生蛋的雞，不是價格。只要雞還在生蛋，即使蛋暫時變小，我就沒有賣出的理由。賣出等於將未來的現金流權益廉價轉讓。市值看4階段加碼計劃。階段1下跌10%，按加碼計劃執行。階段2下跌10%到20%，動用更多預備金，加大扣款金額。我意識到需要為此預留更多彈藥。階段3下跌20%到30%，這是市場極度悲觀的階段。我會告訴自己，這是財富重分配的機會。只要生活無虞，我會持續投入。階段4下跌30%。他承認這是未知領域，需要更多學習和準備。檢視現金流，確認我的工作收入與緊急預備金依然穩固，確保我能活到景氣復甦。絕不停損，在基本面沒有永久性損壞的前提下，因為市場恐慌而賣出，是散戶虧錢最主要的原因。我絕不這麼做。完成這場紙上的風暴，小程感覺自己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心理建設。當他將最壞的情況具體化，並想好對策後，那份模糊的恐懼感就被大大削弱了，轉化為一種我知道該怎麼做的準備狀態。原來恐懼源於未知。高股息不賣，市值看4階段，這句口訣成為他動盪時期的心法咒語。這不是盲目樂觀，而是基於歷史和邏輯的理性判斷，是投資信念的具體化。另外，他也意識到，對於極端情況的引彈準備，
還需要更周密的規劃。他發現到自己還準備不足的地方。他在他的波動應對指南中新增了極端情境章節，將今天的思考結果記錄下來，並決定未来每个月發薪後會將一小部分資金劃入一個極端機會基金，專為接到23的加碼做準備。當股價下跌 10% 時，正確的核心觀念如下：一、下跌 10% 不是訊號，只是價格在波動。市場每天漲跌，跌 10%， 並不代表公司變差，也不代表機會來了。下跌本身沒有意義，有意義的是你原本買它的理由還在不在。二、不要急着動作，先寫下我為什麼需要動作。你要問自己3件事：一、這家公司變了嗎？體制、現金流、基本面。如果沒有變，那麼只是價格波動而已。如果變差，才有必要調整，可能減碼。二、我買它的條件還成立嗎？例如配息穩定、現金流穩定、長期趨勢還存在，能不能穿越景氣循環？如果理由依然成立，就不需要賣出；如果理由消失，才應該走。三、我此刻是在感性還是理性？跌的時候會恐慌，你要用書寫把情緒複寫出來。我現在想賣的原因是恐懼，還是公司真的不好？這一步非常關鍵。三、要不要加碼？不是看跌幅，是看價值。跌 10% 不代表便宜，便宜是指價格比它真正的價值更低。加碼前要確認公司體制沒變，股息政策穩定，長期競爭力仍在，財報沒有惡化，下跌原因與基本面無關。若以上都成立，這是好公司的短暫特價。四、寫下理由是為了防止你因情緒誤判。你寫的理由要清楚，像這樣：若要加碼，公司基本面沒有變，殖利率下跌更好，長期趨勢沒變，我願意持有3到5年以上。若要賣出，現金流轉弱，配息不穩，產業長期不再成長，當初買入的理由消失。寫下理由可以穩定你的心，以及提升投資紀律。最重要的一句話，請記住它：跌 10% 時，不是問要不要動作，是問我原本買它的理由還在不在。當理由仍然成立時，跌 10%、20% 都只是短期波動。當理由真的消失時，不跌你也應該賣。給您的敬佩與共勉，您正在進行的是區分普通投資者與傑出投資者最關鍵的修煉。請記得，市場的底部總是用大多數人的識海堆積而成的，而您今天的練習正是為了確保當那一天來臨時，您是站着的少數人，而不是倒下的多數人。這份在平靜時寫下的計劃，其價值無法用金錢衡量，它將在恐慌降臨時成為您最冷靜的大腦和最堅定的心臟。祝福您憑借這份深謀遠慮的準備，在未來的任何市場環境中都能穩如磐石，並能從容地將危機轉化為屬於您的巨大財富機會。第18天，晚這一天，小常在風平浪靜中為自己打造了一副能抵禦內心風暴的鎧甲。